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如果你没看懂无名，一定是离不开这两个原因。无名挑战观众脑力，细节藏反转。唐部长权谋，叶秘书细节推动剧情，导演程耳镜头密码需细品，多次观影发现更多惊喜，优质电影体验。在人们印象中，春节档通常都是喜剧片的天下，但这部无名却反其道而行，为观众献上了一道挑战脑力的大餐。然而最近业内人士爆料，许多观众看完后都表示看不懂。事实上，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开篇和结尾那个看起来普通的咖啡馆场景。说实话，第一次看的时候，谁会注意那个服务员用粤语说的几句话呢？但是这无意间的对白里蕴藏着一个大秘密，陈小姐并没有死。这真是太神奇了。导演程耳真是个人才，他把上海和香港的场景刻画得极其高超。观众可能认为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个地方，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前期剧情中做好了铺垫，让人感到十分惊讶。看似随意的时空切换，实则精心设计，就像玩魔术一样，当你以为看懂了，其实只是看到了表象。在此必须提及的一点是，您可能在观看这部无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些重要的细节，这恰恰彰显了作品的高明之处。它并没有像其他谍战片那样，将所有线索揭晓，而是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开展推理，揭开真相。与之相反，最关键的信息往往隐藏在看似不经意的对话，转瞬即逝的画面之中。不要说观众，就连专业影评人看电影时，第一遍可能都无法注意到这些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的处理，使得整个结局的反转既出乎意料，又合乎逻辑。正如程耳导演所说，一部优秀的悬疑片，并不是依靠突然出现的反转来制造震撼，而是让观众在重温时恍然大悟，原来答案一直在那里。要真正理解无名，首先我们得学会捕捉到这些细小但又尤为重要的细节。就像侦探破案那样，真正的真相往往隐藏在最引人忽视的角落。错过开头和结尾的咖啡馆场景，就等于错过了解开整个谜题的关键线索。权谋博弈之中，唐部长的双面人生。看完陈小姐的故事，咱们再扒一扒剧中另一个精明角色唐部长。这位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表面上看，他就是个骑墙派，但再细品，这位老狐狸的每个举动都暗藏玄机。那次与日本人的对话表现的最能说明问题，还记得吗？日本人正要说出关键信息时，唐部长突然打断了他们。看似随意的操作背后，透露着他对何主任身份的质疑。唐部长的微表情管理堪称绝妙的让人惊叹，他在喝茶时总是笑眯眯的，开会时则显得一本正经，在面对危机时也能够临危不惧，处理得游刃有余。他的演技确实厉害，但更像是在下一盘大棋。他一旦露出一点破绽，恐怕早就不知道第几次被打入冷宫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明哲保身比责编站队更为重要。唐部长深谙此道，将权力游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是不表态，他是在等最关键的时刻再展现他的真正实力。如果你认为他只是个没立场的墙头草，那就低估了这个老狐狸。实际上，他每个决定背后都有精密的算计。
比如说，他明知何主任有问题，却选择保持沉默，表面上的优柔寡断，实则是在寻找最佳的时机。在权力的漩涡中，有时候不动如山反而是最好的进攻策略。他的处世之道，以艺术感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停顿，都是他精心设计过的。他把权谋理解为生存智慧，而非简单的耍手段。这令人不得不感叹，高手过招，细节决定成败。总的来说，唐部长这个角色给我们上了一课，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他勇于挑战危险，却总能在最后一刻全身而退。所以，在观看《无名》这部电影时，别只拘泥于主角的情感纠葛，像唐部长这样的配角反而能为故事增添更多意蕴。唐部长的每个决定背后，都隐藏着电影所想要传达的深刻道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处在漩涡中心，却能不惊不慌的左右逢源。唐部长这个角色简直太棒了，细细品味，他其实是整个故事里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却是整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名这部作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只要你稍微留心，就会发现他们都来头不小。暗线交织，叶秘书身份的秘密。聊完唐部长的权谋，咱们接着聊聊剧中另一个角色，叶秘书。他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但实际上却给观众上了一堂细节杀人的课程。最妙的就是那条领带，你们发现了吗？在抓捕何主任之前，叶秘书特意换了条领带。当时看着就觉得怪怪的，谁会在这种紧张时刻还有心思打理着装啊？结果这一个小细节，却成了整个剧情的关键转折点。在打斗场景中，何主任抓住叶秘书的领带，将其扔下楼。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激烈打斗中的意外行为。叶秘书对付日本人的那把剃刀被导演巧妙地运用在电影中。这个道具巧妙地出现在一幕幕场景中，既有效地传递了信息，又不显得突兀。这不仅仅是个武器，更象征着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叶秘书和何主任之间的关系并非如表面表现的那么简单，他们从互相竞争到共同谋划，这个转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双人舞。那个坠楼戏太精彩了，表面看是何主任占了上风，但其实双方都是在演戏。这根本不是什么生死搏斗，而是一出双簧。一个假装被扔下楼，一个假装得手，他们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最绝的是他们把这场戏演给所有人看。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有时候最大的真相就藏在最明显的表象之下。叶秘书这个角色看似是一个配角，但实际上是整个故事的关键转折点。叶秘书在无名中是一颗看起来普通却能影响全局的棋子，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所以说，想要理解无名这部电影，只关注主角是不够的。像叶秘书这样的角色，往往才是故事最具深意的部分。他的每个行为背后，都隐藏着这部电影的精细设计。看到这儿，会不会突然觉得无名这部电影很像一个套娃游戏？表面看起来是谍战片，但实际上是一部充满悬疑和反转的人性大戏。叶秘书是这个套娃游戏中虽然不起眼却最关键的一环。程耳导演的镜头密码通过叙事手法构建的复杂神秘的结构，其意图和意义显得难以捉摸，同时也像是一个迷宫。
它的谜团和线索就像密码表一样，需要我们去寻找并理解。咱们谈到这里，已经涉及到了无名中的人物戏中戏了。而今天，让我们来聊聊其中最迷人的部分——程耳导演的镜头密码。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将重要信息融入到每一秒的画面中。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错过这些重要的信息。在导演程耳的镜头下，那些看似普通的文件和名册，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变成了一个个可以说话的道具。各位是否注意到了？这些文件和名册的出现总是一闪而过，但是正是这个短暂的瞬间，却隐藏着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信息。道具在无名里的角色，叶秘书的领带、剃刀，甚至是一个普通的咖啡杯，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每个道具都不是摆设。程耳导演巧妙地使用这些道具，使得他们在推动剧情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使其成为了剧情的隐形推手。最厉害的是那些看似随意的画面构图，比如有时候重要人物会被故意放在画面边缘，看起来像是不经意的安排，实际上却暗示着他们在故事中的特殊位置。这些细节越品味越有趣。第一遍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导演拍的这些东西与故事无关，但其实程耳导演是在借用这些看似无关的景象来构建一张精密的故事网络。每个镜头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节点，虽然看似松散，但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除了那些明显的场景转换，导演还通过光影和色彩的变化悄悄暗示观众时空的变换。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明暗交替，同时也是在揭示剧情的走向。最绝的是程耳导演将这些密码藏在了明处，就像高手过招。最厉害的不是把东西藏得多深，而是放在你眼前你却看不出来。所以《无名》这部电影并非看完就结束的作品，它需要你像破解密码一样，层层揭开其背后的故事。每个镜头，每个场景都可能成为揭示真相的关键。这么一说，你们是不是突然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看完一遍觉得云里雾里？因为程耳导演设置的这些视觉密码，压根不是让你一遍就能看懂的。这部电影如同一个精妙设计的迷宫，需要你走进去，迷失方向，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想要看懂《无名》这部影片，需要学会用放大镜的眼光去观察每一个细节，因为影片中的真相往往是蕴藏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画面之中。导演的高明之处在于，让观众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体验到破解谜题的乐趣。本片400字解析，从哪些角度了解电影？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无名》远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这部电影就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解谜游戏，表象之下隐藏着更深层的真相。想要看懂这部电影，关键就在于学会寻找蛛丝马迹。从上海到香港的空间转换，看似简单的场景切换，实则暗示着故事的走向。那些若隐若现的细节，都是导演精心设计的伏笔。人物关系并非表面上那样简单。唐部长的两面性，叶秘书的身份反转，陈小姐的生死谜团，这些角色之间复杂的关系网，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基础。每一个角色在其特定的位置上，就如同在棋盘上一样，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因此，如果你想重新认识这部电影，建议你多关注那些稍纵即逝的画面，注意角色之间的微妙互动，注意场景切换时的细节，任何看似普通的道具都不要放过。老实说，
无名是那种越看越有味的电影。第一次看剧情，第二次找细节，第三次才能真正欣赏到导演的匠心独运。就像解开一个精妙的魔方一样，每转一下都能发现新的惊喜。对了，还想说一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别太着急想要一次性看懂所有内容，慢慢品，细细琢磨，让每个细节都有发酵的时间。程耳导演真正想通过电影带给观众的观影体验是这样的，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优质电影吗？电影不会让观众看完就走，还会让观众在品味中发现更多的精彩点。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